欧洲异类匈牙利为何能够坚定地反对制裁俄罗斯，而且还能保持国内经济状况的稳中有升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股，我是易评股。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，匈牙利外长说了大实话，坚持斗力自足，才能治免政治讹诈。匈牙利作为欧盟的一个异类，在其他国家的不断施压下，还是坚定地拒绝制裁俄罗斯。匈牙利外长希尔多最近发表的一场演讲，分析了匈牙利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的6个危险和4个优势，基本上都是大实话，给人不少启示。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欧盟内部反俄的声音就成了主流。无论是制裁俄罗斯，还是援助乌克兰的进程，都是由这股反俄的浪潮推进的。但是不容忽视的是，这股反俄的浪潮也给欧盟带来了巨大的危机。正如希尔多在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，俄乌冲突为欧盟带来了能源、经济、难民、安全等多方面的危机。这些危机难道欧盟其他国家意识不到吗？显然不是。让他们对这些危机视而不见的原因，主要还是来自外部的政治讹诈。只不过欧盟其他国家与匈牙利不同，也让他们对政治讹诈的承受能力截然不同。这种不同最后就体现在他们做出的选择上。所谓政治讹诈，就是通过捏造事实或制造谣言，在政治上损害、诬陷某个人、组织甚至是国家，使其无法有效地进行政治活动。就拿制裁俄罗斯能源这件事来说吧，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，虽然西方国家都说要制裁俄罗斯，但欧盟不少国家，比如德国、匈牙利等，都是拒绝制裁俄罗斯能源的。原因大家也清楚，太依赖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舍弃。但是这显然不符合某些国家的期望。当时就有这样一种论调，宣称凡是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，就是在为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，也应该受到严厉制裁。这个锅可是不好背。于是像德国红绿灯政府这样的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领导人，为了保住选票，最终还是选择背叛本国的利益，开始制裁起俄罗斯的能源了。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多次连任，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性，居高不下的民众支持率，也让他得以从本国的利益角度出发，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今的欧盟也是自食其果，深陷泥潭，无法自拔。而最可笑的是，部分有识之士只能在高层会议上悄悄发表真实看法，而那些买办代理人却能在公众面前大放厥词，还获得了诸多民众的支持。不过，随着冬季的骤战逼近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欧洲民众，还会继续支持那些买办代理人吗？只不过，如今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裂痕已深，就算到时候二者想重归于好，恐怕也是不容易了。匈牙利在俄乌冲突这个大背景之下，国内经济状况还能保持稳中有升，重点还是在于其能够坚定立场，坚持以本国利益为先，不被外部声音裹挟。也只有这样的国家，才能够在时代的发展中带领自己的人民走向富强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